好，川普的扩张主义回来，很明白的，他在昨天连就职典礼上面都念念不忘格陵兰哦。那当然呢，他自己对内现在目前很多的这些外来的一些什么移民啊，或是工会啊，现在都非常不开心川普的上任哦。所以我们来看画面哦，在这个60个湾区的移民组织哦，还有工会啊、社区组织，他们在旧金山市政厅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哦，来表达这个川普政府极右政策。那他们就是表达这个亿万富翁哦，这种利益上面议程哦，他们就是我们是一个底层的，你们这种亿万富翁的这种想法哦，就只是想把我们给撵出去而已，表达强烈的不满哦。那现在目前呢，川普在就职典礼上面哦，甚至还讲说，接下来美国的国旗还要插在新的地平面上哦。我们来听听看。So as we liberate our nation, we will lead it to new heights of victory and success. We will not be deterred. Together we will end the chronic disease epidemic and keep our children safe, healthy, and disease-fre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once again consider itself a growing nation, one that increases our wealth, expands our territory, builds our cities, raises our expectations, and carries our flag into new and beautiful horizons. And we will pursue our manifest destiny into the stars, launching American astronauts to plant the stars and stripes on the planet Mars. 甚至连 Mars 都要插上美国的国旗哦这句话一讲完，马斯克就嗨了，就说：“哎呀，就是接下来这个大美帝国主义哦，不光是在这个地球上面，连火星上面都要有这个美国的国旗插上去哦。”那当然，他也提到了这个巴拿马，立刻巴拿马的这个总统就发表了声明反击他说：“巴拿马从现在到往后会一直属于巴拿马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干涉我们的政府哦。”那间接否认这个川普对于中国大陆介入巴拿马运河运作的方法，那也不愿意就是交给这个美国来处理哦。那格陵兰的话是因为这个现在目前丹麦的外长他也回应了，他就说如果川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之后，还要重复他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关于接管格陵兰的说法呢，丹麦将会面临到许多代人以来最大的外交政策危机哦。所以很多的这些被点名到想要被扩张领土的国家也都是有一些回应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刚刚讲到了马斯克，他的这个政府效率部这个狗狗部竟然将来他也要上火星吗？但是昨天大家讨论度很高的是他在发表演说的时候说要把狗狗部送上火星，另一方面用右手臂伸直敬礼的动作，人家说这是纳粹礼啊。当然现在是因为很多人不满这个马斯克所以可能就是刻意的讲说你这个动作把它跟这个纳粹这个字连接上了。当然可能也是反映了一些对马斯克的这一阵子以来太嚣张了，所以就是这样做一个连接。那川马的确是造成了这个欧洲跟美洲现在非常大的一种危机感它首先呢，第一波关税来了。没有中国大陆倒是先对隔壁邻居加拿大、墨西哥2月1号开始就要加征25%的这个新的关税那欧洲当然现在也是很担心，欧洲唯一去参加的领袖就是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他说要当这个美欧之间的桥梁，他就坐在这个阿根廷总统米雷伊旁边那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就是叫做阿根廷川普的那一位之前也是一个狂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当然他们这几位的这个座位也都是特意安排的，就连这个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也是大概在这一个区域的位置那欧盟现在真的是剉咧蛋我们看到这个中央社的一个标题，他说其实欧盟接下来的挑战就是数位法跟美国的社群平台，还有挑战2就是军费势必要加码，这个钱要从哪里来，还有美欧之间的这种贸易紧张互相牵动也会冲击到全球。德国
国的外长就喊出来啊，欧洲要团结啊，要应对这个现在川普的美国优先哦，所以现在欧洲必须要团结起来。法国的总理也说，欧洲人面临到被川普政策压垮的风险，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恐怕会被统治、被压垮、被边缘化。所以可以看出来，欧洲非常的紧张。那再来，现在2个战争，大家也是很注目啊。以哈现在达成了第1阶段的这个停火，那俄乌呢？普京有这个恭喜川普的就任哦，也说接下来会对俄乌冲突保持开放性的这个对话呀。那 CNN 就讲说，大概在就职几天之后，川普就会跟普丁来通话，尽快结束战争。会是什么时候呢？是1天呢，还是100天呢？现在可能要变100天了。他外交团队讲说，停火相当困难。那以哈现在正式停火，但是是真的吗？会不会以色列又反悔呢？大家还在继续关注。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川普想在他任内要登上火星，我个人觉得做不到了。能登上月球都已经不错了，我估计月球也登不上去。但是马斯克为什么那么兴奋呢？因为他一定是外包。也就是说他要开始去深空探索，然后要尝试要去登陆这个火星。而以前有登陆了嘛，又采取样本回来了。那现在要把旗子插上去，用机器人的方式把旗子插上去。那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他外包出去，那星链就很有可能拿到，就是有案子来了的，所以有案子来了。而且呢，马斯克可以利用美国的人民的纳税钱去进行深空的探索，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深空的探索的累积下来的技术，那用在他的这个星链的公司的技术上。所以马斯克很兴奋，因为这是一笔很大的一个订单啊。那另外的话，就是川普说要把巴拿马运河拿走，我们要问3个问题。第一个是，到底是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你要把人家抢走，还是你要拿走的是巴拿马运河的经营管理权？还是你只想让你的军舰免费的通过于穿梭于巴拿马运河之间以及你的货轮货柜轮还有邮轮，那么穿梭于巴拿马运河中收的缴付的这个这个运河费比一般的公司是不是低一点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卢比奥要跟这个川普要问清楚因为卢比奥是拉丁裔的，他接着要跟巴拿马的国家，因为巴拿马的总统已经讲得很明白，说主权你拿不走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那经营权呢？那对不起，经营权是国际司法的问题，国际商事法的问题。那你美国如果要硬夺硬抢的话，那就是打司法官司。那如果你只是要说这个美国的军舰自由往来穿梭这一点是不是巴拿马可不可以说因为美国的特殊历史的关系，给予你优待，或者给你一些每一年有一个 bonus 就是说一些优待券就是给你一个 quota， 说你可以过几艘船这样子，那这个东西都可以便宜都可以处理的。这个部分里面就是你卢比奥要经受考验了，你要确定川普到底是什么想法。可是如果你要硬夺，美国人要把这个运河的主权硬夺走，你要派军队去驻守，那未来你的军队就会成为一个目标，被攻击的目标，会被巴拿马人以及中东人不是拉丁美洲人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公敌。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是很伤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你川普你能不能实现？另外有关于佩洛尼的问题，他说他希望扮演美国跟欧盟之间的桥梁，他做不到。他是法西斯政党他的政党是极右翼，在欧洲是极不受欢迎的，只是因为他现在是执政党。他现在是执政党领导的意大利，但是问题是欧洲的大陆里面，特别是法国、德国等这些，他们对于极右翼是非常反感、非常恐惧的。所以梅洛尼他没有办法扮演这个欧盟跟这个美国之间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桥梁，因为他们也害怕欧洲人，他们也不愿意极右翼的势力整个都进入到欧洲，把整个欧洲颠覆过来。因为目前川普跟马斯克在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颠覆整个欧洲的传统的政治系统，那也就是让它走向极右翼的欧洲。我觉得这个欧洲目前来讲，他们是咎由自取。
当时中国大陆一直鼓励支持他们走多元体系里面的一级，但是他们自己愿意当美国的附随组织，那今天的下场就是如此了。好，来请教吴老师。川普他用那个 exceptional 哈，其实是美国例外论哈。美国例外论是什么？就是美国有幅员辽阔，有天然资源，而且呢边界敌人少，所以塑造他们有一个世界强权的自然优越条件。还有移民很多，让他们可以拥有丰富的人口资源。所以美国例外论是认为美国的得天独厚，让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特别在世界当世界警察，这是在美国外交政策一脉相传下来的。当年支持美国例外论有许多总统，比方说第7任杰克森总统就是非常支持美国例外论。川普就很支持杰克森，他很喜欢杰克逊主义，就是所谓的美国式民主，怎么样借由，当然杰克逊那时候是用武力啦，他在西部拓荒的时候，他用很多武力把他像印第安人这样赶走，让他们冻死，然后他又杰克逊又主张什么，要这个兼并德州，因为那时候德州还不是美国的领土，所以杰克森说我要这个德州川普他很喜欢杰克森他觉得我要学习这样子，所以川普的扩张主义在这个他第2任川普2.0感觉是他的一个梦想跟他的一个想要执行的一个作为，所以在上任前他就开始喊出格陵兰嘛，对不对？又喊出巴拿马运河嘛，什么年代了还有领土扩张主义这种想法，我真的觉得，当然他有他的梦想当然梦想是很骨感很丰满的梦想叫很丰满但是他又喊出一个非常有趣是，他说他是peacemaker 而且 unifier， 就是他是重视和平，他不喜欢用武力。其实川普是个商人，他很聪明，用武力花钱赔本的生意他不想做。那跟他过去从商一直以来用商人这种所谓用交易型人格，用金钱，我能用金钱买到的，我绝对把你买下来。如果我能谈好生意的，我就把它谈下来。我动刀动枪我不要。这个是他非常重要的，他在执行他外交政策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接下来这几年我们可以想见，就是他用这种所谓有钱就是大，我有钱就是我伟大这种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他用什么重视军事啦、同盟啦，我们要这个同盟这种什么扶轴体系啦，门人都没有。对于川普这种概念是非常清楚的，要花他的钱，要花我的钱，门人都没有。商人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要看这关税的话，我们大家其实都讨论很多了。他很爱用关税，第1任的时候用关税，对不对？那时候贸易谈判代表莱特海泽，我们讲关税大师可是在第2任的时候，只闻楼梯响，他没有入阁，但他的门徒进来了格里奥是那个莱特海泽那个时候的幕僚长，这一次受邀进入到这个川普担任那个贸易谈判代表，他就是非常承袭到莱特海泽的关税。莱特海泽的概念是什么？他认为美国给中国抢走太多的生意，不治是让美国非常失败的，所以要把中国的生意再抢回来，怎么样呢？就用关税，而且呢，用关税不是说美中什么合作双赢，不行，美国独赢，这个是莱特海泽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他把这个概念也传给了这格里奥，格里奥就是要我们讲，他就复制莱特海泽的概念。接下来在川普的任内，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第1任时期，川普一开始上任的时候，也是对加拿大跟墨西哥开刀，把 NAFTA 取消掉，弄一个对不对？然后新的这个关税，然后接下来他第1任的时候弄完加拿大跟墨西哥，他就找中国，很快了。我相信这一次第2任，他现在在处理加拿大跟墨西哥，处理完他又去找中国，而且又是关税，所以其实他有这个我们讲的步骤可循有这个情境可循其实还是有一些可预测的地方。好，来请教薛将军。这个我们很早就在大家都有个共识了。要理解川普，就要先理解商人的思维。你完全拿传统的这个国家领袖来看呢，不恰当。因为川普也有受他这个历史教训的这个一脉相传嘛。美国的领土当初移民过去才都巴掌大块地，那个时候还有法国人，还有这个英国人，还有原住民。他从开拓大西部一直到南边欺负墨西哥比较好欺负嘛。对不对？骗得大片的土地，现在格陵兰，他当然理由他认为很充当，这个是国家安全，美国国家安全一滥用到大蒜都会影响了，何况格陵兰是飞弹的捷径嘛，超捷径嘛，
啊，第二个它有矿产，有气候暖化了嘛。如果过2天气候又转回寒冬的时候，它又会考虑了，因为那个时候开采的价值太大。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啊，它的扩张是经济地盘的。我很早以前在你们节目就讲过，中美之战是经济作战，绝非是军事作战。凡是拥有核子武器大国的，不会轻易启动军事作战，那个代价我常常讲嘛。我们《孙子兵法》13篇里面第1篇就是胜战，而且这个胜战是说给谁听的？叫妙算。什么叫妙算呢？就给皇帝看的，就给国家领导人看的。庙堂如上嘛，你要先算好。所以川普也很清楚啊，任何一个迁入战争呢，那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他现在只要用经济手段能够掠得大量的土地，掠得大量的财富，不管是恐吓也好，勒索也好，现在我讲的名词很难听，事实上他做的手法就是这样的嘛，恐吓、勒索、要挟，对不对？那因为拜登的错误是什么？拜登错误是太重视外交。我跟你讲，自古以来什么联盟都是很虚的啦，不管你签再很多的联盟，那个签的人有利的时候，他就给你搞一搞；当你不利的时候就不搞。当年苏联看到这个共产党没有能力抗拒日本，就资助国民党嘛，对不对？等到国民党没力量了，他就支持共产党嘛。所以你说中苏友好条约定的有什么意义？随时可以翻的嘛。再看军事作战，盟军作战从来不会当到主力的了，配合了。八国联军真的打的也就那几百人了，不，其他都是附庸嘛。所以拜登的外交政策已经失败了嘛，弄得都很虚嘛。奥克斯也很虚，这个日韩跟这个北约的联盟也很虚嘛。因为这个东西抵不过实力，实力就像把剪刀一戳就把这个窗子戳破了嘛。你看现在韩国闹得一塌糊涂，美国还要挽救以希瑞，对不对？日本石破豹也在观望，左边右边我往哪边靠？台湾现在已经根本，你再给再多的军火，他也担任不了刺猬，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第一岛链我讲已经形同虚设了。而且解放军所有的军事目标都扩到2岛链后面了，对不对？所以川普哪里会不知道呢？我要靠这个来围堵，还不如用经济嘛，加关税，你买我东西，加买我农产品嘛，对不对？马上获得农民的支持嘛。所以这个东西，它都是治标而且短期的做法。趁着他这个刚上台的这个声势啊，看起来一片大好。不要忘记啊，民主党还是有反他的力量啊，对不对？也有人抗议了，也有抗争。现在是你风头待盛，我暂时屈居下风，后面还有的斗争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昨天川普的就职典礼啊，大家闻到了一股烟硝味，是什么呢？你看到了美国的科技大咖 CEO 齐聚一堂啊，那出席的当然包含了这个马斯克嘛，这个马斯克现在是一个主要人物，贝佐斯这个是亚马逊创办人，然后这个 Meta 的这个执行长祖克伯啊，这个一字排开，那还包含了这个 Google 的这个皮查，还有库克，通通都到齐了，所以感觉上面好像这是一个美国科技战队准备出动嘛。那当然最被大家瞩目的就是这一次 TikTok， 这个周受资也在受邀其中被大家给拍到了，就说哦他也有来出席，站在他前面这一位就是库克哦，所以现在看起来 TikTok 禁令14个小时这个光速恢复了。那他们讲说，因为是川普喜欢他，所以现在 TikTok 已经重新上线啦。然后这个川普就讲说啊，我坦白说啊，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要拯救他。甚至他还讲说，你们可以到这个上面来看我的就职典礼的转播哦。所以他已经恢复了这个 TikTok。那在同一时间 ，Instagram、IG 啊，就是竟然也改版变得好 ，TikTok 就变拉长了。以前它是方形的这种方块哦，感觉上面这个也开始学起 TikTok。但是 TikTok 获得了缓刑，可是美国人却回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爱上了小红书哦。很多人发现哇，用了小红书，你看那个纽时讲的，很多的美国人这个还继续留在这个上面，他们计划要继续在这边使用哦。当然也
凸显出来中国的软实力取得很大的成功哦。那连 Duolingo 都讲说，跟去年同期相比哦，美国学习中文的人数增加了216%哦，这就是因为这个小红书的用户不断增加有关。那再加上现在这个黑神话悟空也带起了一波中国软实力的这个浪潮。那我们来看看哦，现在这个还有很多的 TikTok 的一些这种使用用户哦，他们就说，我们来秀一下这一个交作业哦，这个是不是有商案？我们来看一看。没有商案啊。好，这边就是他们讲说，好，已经没时间了。那所以这边他们就是有做一些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这种菜色啊，就是学着他们的一些部落客做的，让你们看看我们做的好不好哦。所以感觉上面这个中国大陆的非遗还借着小红书已经红到这个海外去。但是呢，你们看这另一方面，大家讲说川普会罢休吗？好像他第一开始没有对大陆加征关税，市场上面现在目前是松了一大口气哦。这个经济学家林毅夫就讲说，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中国，现在是有能力来突破限制，希望中美之间是能够互利双赢的。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我觉得对于TikTok 的美国的一个做法，好，川普的一个做法，他75天，但是他这个人不吃免费的啊，50%卖给我，那中国大陆已经回应了。说不可能，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公司就是属于中国非卖品，入股可以，那是根据市场，但是你要占股一半，想都别想。我觉得这是一个角力，75天如何磋商，这个对 TikTok 周受资来讲压力会很大，因为一方面法律摆在这边，二方面川普狮子大开口要一半。那其实如果川普的这个模式建立起来的话，大陆可以对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包括特斯拉啦、Amazon 啦或者很多像那个苹果啦或者什么都可以说影响国家安全，对，所以不禁则卖你不卖则禁。那如果你要我挽救你，可以股权卖一半。所以特斯拉股权卖一半，苹果股权卖一半，Amazon 股权卖一半，美国在中国大陆的企业股权都卖一半，全部都是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以这样玩吗？这叫做强盗逻辑。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个人认为这个川普不可能达成的，50%他拿不到的我个人的推断，小红书确实很好用了。我想，因为真的他们要感谢拜登的政府。而且要感谢这个拜登执政时期的参众两院的这些仇中反中的这些国会议员，因为拜登时期仇中反中的国会议员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把 TikTok 禁了，然后拜登马上就签署了，然后就通过了，结果一告，然后最后被关掉以后，形成了 TikTok 的难民往这个小红书移动。这个小红书红了，这第一点。小红书反应也速度非常快，因为小红书的这个 APP 已经出来了，在前几天就已经出来的一键翻译但是目前的一键翻译只有文字翻译，也就是说你按了一个键，那么你本身就可以获得翻译，也就是说它中文可以译成为英文、德文、法文、韩文、日文，目前是5种语文。那所以马上就可以翻译过来。这个对于欧美的这些年轻人来说的话，他们变得很方便。那未来我估计 AI 马上就进来了，语音翻译就出来了。所以小红书里面的语音翻译很快的，也有可能就是一键按一下就开始有语音翻译。那这样的话，你等于而且小红书的 APP 就在中国大陆。那你除非你又再用法律规定，然后要求这个只要在大陆只要在美国的所有的手机的 APP 都不能下载小红书，除非你用法律规定，不然的话，那基本上来讲是可以用的。那等于是帮小红书又炒红了。可是它炒红的不但在美国，在欧洲，在其他的国家，因为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注意小红书这个广告不知道要花多少个亿才买得到对，所以拜登是小红书的贵人。我们来问一下吴老师。TikTok 我觉得也蛮有趣。其实川普就是跟拜登在走相反的道路，这两个老先生互相反。如果观众朋友记忆犹新，2020年川普要准备下台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有意要封杀 TikTok 的。对，他说什么治安危机嘛，然后呢之后就开始在吵沸沸扬，说你 TikTok 就是要卖嘛。好，那找谁 ？Intel 那时候本来要说好，我来出来介入来帮忙处理这个纷争，还要找微软，对，找就是对好。
结果呢，那个后来微软他们说，哦，那不要。后来那个 Lindsey Graham 南卡这个参议员，他出来当白手套，他什么？他是找 Oracle 老板，Oracle 老板是川普的大金主所以为什么后来 Oracle 甲骨文变得说，来，我来帮你做核事了，跟川普说，哎，先不要进我们来处理这个东西。川普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压低，就没有说要进 TikTok。拜登在2021年上任之后，他就撤销了川普对 TikTok 的禁令。我再讲一次。拜登在2021年上台的时候，他撤销川普对 TikTok 的禁令啊，奇妙的重演，非常奇妙。那拜登要卸任前又禁 TikTok， 川普上来又解放 TikTok，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又爱又恨啊，非常有趣，有用吗？2024年就去年12月17号，周受资还特别去了海湖庄园见了谁？见了川普，因为川普那时候胜选了嘛，胜选之后周受资说，知道要去见谁，跑去海湖庄园。海湖庄园是随便人可以去的吗？不是啊，周受资他还能进去，代表川普有释放出一些讯息。第一个，你可以来跟我好好谈啊，到底我们可以处理怎么样？好，我们来好好谈完，谈完之后，川普就对外讲了，我对 TikTok 是有好感的。这句话一出，大家觉得没问题，解套了。果不其然，他上任之后就说我们渐缓对这个 TikTok 的这个禁令。我觉得TikTok 接下来可以获得一些释放，因为其实我有看到一些网民在拜登宣布禁 TikTok 的时候，他们已经上不去了，他已经把那个所有用户全部解掉了，所以美国的 TikTok 的用户是上不了 TikTok，但接下来他们又可以上去了。所以我想，这个川普说到做到了 ，TikTok 活回来了。小红书我在这个 follow 一下这个赖老师讲的，其实小红书在台湾还有在美国是很红的，它里面有许多资料是包括你要申请美国的大学所有需要的资料，怎么考 SAT。Pre-SAT 它都有很多的资料在上面，所以很多网民喜欢用那个去用。现在听说美国的海关在问一些东方的移民，他第一个问说你的手机里面 APP 有没有 Red Note？他会直接问你，很多进海关的人他都问有没有 Red。当然他不会说不允许，但是因为那时候大家还在注进抖音嘛，还在注进 TikTok，那 Red Note 现在小红书现在这么红那未来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这个下一个目标？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啦，对，因为毕竟美国对于这种文化的这种所谓入侵或冲击，他们还是非常 care 的。那他一天到晚冲击入侵别人，没有问题。软实力啊！好，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我想这个 TikTok 之所以反复被禁或者开放，完全是领袖对政治的一个考虑嘛。这个川普突然发现到民主党这个高级知识分子艺文界是民主党的强项嘛，那年轻人很可能被他带走。他这个是农民跟工人的这个共和党嘛，大家打入年轻这一代，他发现 TikTok 好用他可以挖到他以前挖不到的选票，所以他觉得第二个，川普很喜欢写推文，你知道吧？一晚上写个几十则，那 TikTok 太方便了，这是第一个，是政治上的考量。小红书呢，刚刚讲得很清楚，它是生活上用的东西，这个东西美国在发展全世界的认知作战围剿中国的时候，小红书产生了平衡作用，因为小红书人家发现中国不是这样的你1块钱美金在美国吃早饭吗？没有，东西什么都没有。我这边可以广东肠粉加一杯咖啡，就这个美国老百姓震惊了 ，shock 了，对吧？你看美国老百姓出外州税、联邦税加小费，这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美国人想象他们可以不要。第三一个，美国人吃中国菜只会什么糖醋鱼啦、糖醋排骨啦、糖醋里脊，这个Panda Express，这个熊猫快餐就没有那几样东西。那小红书慢慢介绍中国很多美食对，你看美国很早就发现，豆腐这么简单的东西这么好吃豆腐就红了。对，那中国跟豆腐一类的东西多得很还有吃素菜的。你美国那些吃蔬菜就跟兔子一样，只会吃生菜对不对？兔子一样，兔子不吃生菜吗？中国的素菜的料理。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圈，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跟朋友大家好，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
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现在来进入到了川普时代啊，在昨天晚间凌晨，就是台湾时间凌晨1点钟就职典礼哦。那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哇，这个川普真的是把这个场面做得像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盛会啊，好像这个各方来朝啊。那这个川普进场啊，也是哇，那个掌声哦，就是好像一波接一波都没有停，他就这样接受众人的欢呼哦，感觉好像有人说看起来像是那个狮子王那一种架势哦。那当然，大家看到这个场面哦，也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川普哦来势汹汹，强势回归。接下来全球都要面临到川普带来的改变哦。人家也形容昨天这一场就职典礼很像这个好莱坞式的这个电影哦，英雄式的登场，或者是英雄式的这个凯旋回归哦这样子，这就是川普要的一种感觉哦。那再来，我们看到了，就是他是在妻子梅兰妮亚的陪同之下走过人群哦，旁边是一直喊着USA USA， 然后他登上了台，就是红白蓝3色的舞台啊，大家不要怀疑。拜登也站在台上，拜登在他旁边呢，就这样子，好像已经快要没有存在感一般的在旁边哦。那所以好，这个川普的强势回归，他誓言让美国走向黄金时代哦，逆转拜登的政策，每一句话好像都是在戳着这个拜登过去做的有多不好。他说近来我们的国家受到重大的打击哦，但是接下来将恢复元气哦，并且使得国家再度伟大，而且比以往更加的伟大。现场呢，甚至他还就是他等于上任之后啊，签发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就撤销了拜登任内的78项行政命令，包含退出了巴黎协定哦。那所以你看到这个 Time。就这个川普的就职专刊的封面啊，非常的写实啊。看他的这个表情呢，非常的坚定，一手剥掉了所有的文件。他这个是代表着这个川普剥掉了拜登的桌上的所有的物品哦，而且写的是什么呢？他回来了，这就是他把所有拜登过去做的种种啊，包含了这个行政命令，包含了他的所有的这些决定哦，要一举全部推翻掉，很写实的一个动作来表述了这个川普接下来的动作。那当然，现在大家聚焦的就是中美是不是先礼后兵？这一次，中国大陆派出了这个韩正哦，来到这个川普的就职典礼，也算是最高规格的一回哦。那之前其实在去年9月造势的时候，川普就讲，他说这个第一通电话他就要打给习近平哦。那但是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要求中方要购买农产品，要履行贸易协议啊。这是他们他在上一任的时候曾经这个中美双方有签下的这一个协议，你要兑现啊。那但是呢，这一次韩正跟这个范斯在就职典礼前有先拜会哦，他也转达了习近平对于川普的问候，也祝贺范斯当选。然后他也提到了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坚持这个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来推动中美关系的稳健、健康以及持续发展。那川普不是也提到说，他上任100天之内希望能够访华，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回应哦。他说呢，这个毛宁讲，他说中方愿同美国新政府一道，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保持沟通，加强合作，妥善管理分歧啊，来推动中美关系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的进展，算是一个好的这样子的回应哦。那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呢，他们过去4年前在川普卸任的时候哦，都是发文说别了川普啊，就是好像都是一些负面的词，但是最近他们的一些评论好像都是比较是关系新起点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秀出来一个氛围，是不是先礼后兵哦？中美双方都是你好我好，你好我好，但是什么时候谁先挥出那一棒？现在全世界都很怕，都在看这两头大象什么时候你好我好之后开始打起架来哦。那外媒评论，这是回应川普所表现出来的欣喜跟善意，但是也有可能只是配合川普演出这种暧昧的戏码，因为呢，中美的关系绝对是绕不开台湾的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民
民日报》就也在这个时间点发了一篇，他说台湾问题是攸关这个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哦，美方务必慎重处理。第一颗纽扣又给你扣上啦，就是我虽然跟你好我好，但是我这条线还在，我这条纽扣也还在，所以你不要忘记我们在意的这件事情。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一个金灿荣教授他有讲，这个川普重返白宫对台湾到底是福是祸呢？他说中美的物理力量其实已经改变了，跟上一个时空这个川普、习近平相遇的这个时空已经不同了。那如果川普还继续瞎搞下去的话，他会改变中国大陆领导人的心态，对于台湾反而是不利的。那另外，川普会改变的恐怕还有现在第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结盟关系哦，美日韩关系现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动摇啊。这各界的一些专家的分析都看到了，日本的转向，石破茂当然也有祝贺这个川普上任，但是另一方面也在寻求跟中方的联系哦。但是他也提到了会继续来强化美日之间的合作啊，那就是有点像场面话讲一讲，就是说，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希望跟川普能够继续合作。但是呢，川普是不是有可能会跟金正恩碰面？这会是朝鲜或者是这个东北亚这边的一大变数哦。那还有这个韩国代理总统也是发文祝贺了川普就任，但是呢，韩国现在一方面也赶快准备了空前的8兆元这样的一个支援方案要来应对接下来川普可能祭出的关税战，搞不好美韩关系也会因此生变嘛。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怎么看这个川普的黄金时代哦？川普有没有蜜月期？应该没有啊，因为这是他第2任，所以一开始他就会受到严厉的检验啊，所以他的速度要快，决策的角度要快，他的团队能不能跟得上？我怀疑，我怀疑他的团队能不能跟得上川普。首先，我们看到他在这一次的演说30分钟，比他上一次的演说16、17分钟还要长。可是他的比上次多了10几分钟的时间里面他很长的一部分都在当着拜登的面，毫不留情的，不留任何颜面的，就把拜登从头到尾数落一顿。就说今天造成美国这样的残破不堪，美国这样的败坏，美国这样的一个国际地位衰落，美国这样的一塌糊涂，都是你这个拜登干的事，只是没有点名。但是他的所有的通篇的讲话中，其实都环绕在一个基本的轴心，就是烂透了拜登啊，这是很重要哦。为什么说我们这次评论中我把焦点放在这里？是因为川普他要告诉大家，您刚刚说了，他在所有的有象征性的动作里面，都在告诉大家说，拜登时代完全终结了。我把拜登留下来的垃圾都扫干净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办公桌全部都清干净，因为都是垃圾。好，那他做了哪3件事是跟拜登的时代完全终结呢？第一个就是你看五角大厦拜登任命的官员，重要的官员全部都解职。对，现在五角大厦有100多位将军没有办法派职，有20几位上将都没有就任，都用代理的。国务院里面解任了20几位高阶的官员，从部长一直到下面也就是从国务卿一直到助理部长全部都解职，而且不需要他们在任内，甚至连驻华的大使在16号、17号就叫他滚蛋了，不用等到交接，什么都不用，全部都滚蛋。这是他做的2个指标，第一个在国防上跟拜登划清界限，外交上跟拜登划清界限。接着你看他到处签行政命令，拜登所定出来的，尤其是在拜登的民主党败选之后所颁发的行政命令，全部都被他推翻，全部推翻的一干二净。他已经告诉他的团队说，我们跟拜登完全是不一样的了。那如果他的团队还留在拜登时代，那就跟不上喽。像卢比奥，我就怀疑他搞不好干不到1年。为什么？因为 QUAD 就是拜登搞的，不是川普搞的。QUAD AUKUS 美日韩的大卫营模式，美日菲的军事同盟关系都是拜登搞的。
那卢比奥还在玩他的旧的那一套，所以我怀疑卢比奥还能干多久？卢比奥如果没有跟上去的话，卢比奥大概也就旧时代的，他算是年轻的旧时代的拜登思维时代，民主党跟共和党参众两院共同的结晶体就是卢比欧。但是这个共同的结晶体卢比欧不是川普，因为川普是完全不同于拜登时代的民主共和党的结晶体。那这个结晶体就是看卢比欧能不能跟上队伍了。那卢比奥如果要跟上队伍，就必须要自我否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个人觉得，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这个川普他在这一次的就职典礼中，其实他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拜登是垃圾，我已经把它扫清历史的灰烬了。所以现在时代就是我川普说了算。元首引领的时代开始，其实这就是中国一直在主导的元首引领，老大说了算。好，来请教吴老师。昨天我看了这个，晚上看快2点，对啊，看得很累哈。可是我觉得他就是阵型了你。对，王子复仇记啦。你想想看，他过去4年被搞得多惨，他就在等这一刻。被4项罪状，被拜登这样罗列4项罪状，然后2022年国会山庄，他们就在调查这个川普，想要把他搞死，没有把他搞死，你把他搞得更强大，而且他狂赢回来了。对，回来之后他就在这个场合，我觉得他是不给拜登任何的面子。刚才赖老师讲得非常清楚。我昨天看了，他除了讲 proud、prosperous and free， 他讲了这个东西，又讲了什么 greater, stronger and exceptional。我们说哇，美国例外最强。然后他又讲了说，你看那个加州的火灾啊，北卡的水灾啊，我们的边界都是难民，谁搞的？开始酸。前面酸了大概好几分钟之后，对，然后他开始就讲了，他把他的政策讲出来。各位观众朋友，他的政策是跟拜登全部都是相反的，对，全部都相反的。昨天都是拜登最难熬的一天。没错哈，第一个，他签的命令就是他说他要墨西哥的那些难民从那个中美洲上来那一批人 stay in Mexico， 这样哈，就你们就留在那吧，我不会让你过来的。拜登本来想办法，那些人慢慢都移上来嘛。他当时拜登在那边，他当政的时候，那些人就不断跑到德州去，跑到加州去，所以德州州长很生气，把他们全部运到愿意接受移民的州嘛。川普说你一个都不要过来哈。然后呢，又讲什么 drill baby drill， 我要恢复石化产业，什么能源、干净能源，什么电动车门都没有，我们开始钻吧，石化产业回来吧，我们要汽车工业，我们要把制造业再带回美国。他直接打脸拜登嘛。再来呢 ，bring law and order to the cities。他说什么？你们那个什么900元零元购哈，都是你们这些民众搞出来的，整个城市都没有这个秩序，我要重新把这个秩序跟法律带回到城市。他就在讲加州嘛，非常在酸哈，在酸什么 ？Two genders。他说美国未来就只有男人跟女人 ，LGBTQ 没有了。天哪，狠狠打脸自由派。狠狠打脸民主党，我觉得他是非常不重情面的。这种我们在研究川普的个性的时候，他就叫做负面积极型人格。叫负面积极型人格，就是他重权力，还积极他是非常积极型的。这种就是尼克森，有人说很明显的是尼克森无所不用其极才有水门案嘛。川普就是这种，他无所不用其极，重视权力他毫不给人家面子，而且呢，他没有耐心。为什么没有耐心？我们可以看。他还没上任啊，开始狂签那个行政命令啊，对，签了100多项。为什么？他知道我一开始上任第一天就开始倒数我4年我有好多事情要做耶，对不对？所以我开始狂签，然后把那个拜登全部东西全部扫到旁边去，我要开始狂签。为什么？因为他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王子复仇啊，把事情都做完。他签哪些呢？比方说，我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他现在签了一个叫晋升美保禁令当然这个。我觉得台湾朋友应该很多人会很紧张，我们也很紧张，因为其实坦白说，台湾很多人去生美保，对，尤其科技业的朋友，很多人去生美保，生美保是无可厚非。可是当年是很多非法移民跨界到美国之后，他们是什么？比如说很多墨西哥人，他小朋友是没有身份的，可是他妈妈可以留在那边照顾，他们现在川普要禁止避免这种没有身份的人去美国生美保，他就说他说我的行政命令写说至少要一个父母要有。父母亲一位要有公民，小孩才有公民。问题是这可能会违反到他们的宪法的规定。那所以很多法学学者说，他要这个晋升美保的禁令是非常难啦。
啊，但还有许多方方面面可以做，比方说，如果你是非法移民啊，你在医院生产，他可能就不承认你的这个出生小孩的公民权，他可以去这样做啊。当然，我们接下来主要去实行这个晋升美宝的禁令，我觉得这会影响到台湾观众朋友一些利益在。台湾很多人有蛮多是这样子的。对。好，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这个拜登，我要看他的演讲哈，他每讲一句话就停顿，等待大家掌声。他非常 enjoy 这一刻。旁边的拜登啊，我真佩服他做得下去啊，涵养真好。没有，他有时候在沉思。沉思，这还没有睡着。他想说还要忍多久？所以这个问题、啊、怎么那么漫长？我们看到现在的川普，你发现没有？他这个商业手法是一流，用的都是抗中的名将，每一个都是很凶悍的，就看。然后呢？最后呢，靠我拜登一个人的元首外交，我可以扭转全局，就等于是啊，我家从你家搬的东西，我再一点点还你。这个手法就是这样的，叫空手套白狼。我先吓得你个半死，然后呢，我们元首见面了哪些？但是他要精打细算，他成立一个关税研究局，这个局就在算，哪样东西加关税对美国没有伤害，哪样东西加关税伤害很大，通膨会很高，我就降低一点。这个他就拿出来当 favor 啊！你看我在这边让步，我想大陆也是只有一条，你要我买你美国粮食，你把我科技禁令给取消吧，这个东西可以谈嘛。但是他这里面，川普从头表现到现在，让两件事情，人家世界上不太容易认可的。你加州烧这么大火。Katrina 那个台风淹了这么多个州，这不是气候变迁是什么？一个水深，一个火热嘛，对不对？你为了你卖石油、钻石油能赚钱，你完全不顾巴黎这个气候协定，这一点是普世价值里面大家不能认同的。第二个，2次大战联合国成立以后，联合国的宪章就很规定的，你怎么可以随便侵犯人家的领土？巴拿马是你已经让给他了，你能要回来？那要回来，今天我要是墨西哥，Texas 我要回来，Arizona 我要回来，对不对？这种你就靠你拳头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已经不管你川普现在多红多 hot， 全世界只要是有一点点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都会想，你还在恢复以前霸权殖民那种手法吗？对格陵兰那个就是什么？又买嘛，又穷嘛，纽因特人没有什么生产能力嘛，那一人几万美金就买过来了，这不是强取跟豪夺吗？那今天小国家像丹麦只有摸摸嘴巴，怎么办？我搞不过他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川普的行为是今天很精彩，我要改变美国，我要改造整个。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在4年里面，我就要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让老百姓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就讲过嘛，川普的上任，世界大乱嘛，那金融不乱吗？科技战不乱吗？对不对？所有的贸易不乱吗？你不能买他的，他不能卖你的，这个世界怎么弄呢？所以这个问题啊，他是可以从中间火中取梨啊。得到他都是建立短期的目标，驱逐难民去一部分，提高关税赚了一点钱，保护费，但是不要忘记，第一岛链差不多快崩溃了。还有什么 AUKUS 什么，这都不是他感兴趣的东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